长，咱们被包围了，怎么办？必须想办法突围。他们的火力太猛了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。你要不想死在这儿，就必须冲出去。看来是冲不出去了。不许胡说！冲不出去也得冲。我们不能都死在这儿，哪怕冲出去一个人，也是胜利。你明白吗？相信我，啊！一会儿突围的时候，都跟紧了。敌人过来了，手雷准备。扔！从左边突围！队长，共军的侦察队从那儿撕开了要去口，他们要从那突围了。咱们赶快去增援，绝对不能让他们跑了！追！于林，带上所有人，背上伤员，马上撤离。那你呢？我留下来掩护。我不，我留下掩护。哪那么多废话？执行命令。队长，要走一起走，要领一领。是队长，服从命令。队长，同志们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好战友、好兄弟。一会儿敌人冲上来，咱们咬紧牙关给他们打下去，你们马上就撤离。咱们侦察排已经牺牲那么多兄弟们了，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侦察排不能再少任何一个人。记住了，你们一个个都必须给我活着回去，明白吗？啊！给我打！快点这人是谁？他为什么救咱们？不管他是谁，咱们先冲出去，走！
白子，怎么样？司令员，曹少华已经被我们包围在那个院子里。好，向曹少华喊话，命令他们放下武器，举手投降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是。曹少华，你听着，你已经被我们解放军包围了，任何负隅顽抗都是徒劳的。我命令你放下武器，向我们投降，争取宽大处理。投降！我绝不投降！我杀身成仁！我要杀身成仁！曹少华不投降，就让他灭亡！开火！白子，带人冲进去！是，冲！国民党暴乱的主力部队很快就被人民解放军消灭殆尽，曹少华被击毙，剿匪战役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。但是由于楚玉和这个家喻户晓的女匪首的漏网，这让人民群众产生了一丝担忧。他们害怕楚玉和会杀回来反攻倒算，土改工作受到了影响，这就给剿匪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。抓捕楚玉和，将其绳之以法，就成了取得剿匪战役最后胜利关键。我们土改工作队做了大量的思想工作，但是收效甚微。我们白天把地主老财的东西分给贫苦农户，可是到了晚上，他们又偷偷的把东西送了回去。深究其原因，贫苦农户反映说，你们不把楚大嫂抓到，他们就不敢收东西。由此看来，说1000道1万，抓住楚玉和是关键。同志们，不抓住楚玉和，我们的剿匪战役就不算取得最后的胜利。白子、羽林，到。我把抓捕楚玉和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们俩，你们要给我立下军令状，抓不住楚玉和，我就撤你们俩的职。是。白子，团长把抓捕楚玉和的任务交给咱们了，你这个做队长的有什么具体打算吗？是不是很难啊？雨林，说心里话，这个任务对于我百子来说实在是太难了。我就是要难为难为。为什么？百子可是你的爱将，难道你就不怕把他压垮了？降武须重锤，真金不怕火。大浪淘沙，淘汰的是泥渣，留下来的才是
摆子能不能够完成这个艰巨的任务，首先就要看他能不能战胜自己，战胜过去那段难以割舍的所谓的情感。我真的想现在就去找团长，去推掉这个任务。去推掉这个任务，这可不像你摆子所应该说出来的话呀。过去哪个任务你不是抢得上？哪个看起来不能完成的任务，你不都把它完成了吗？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了，我真的不知道我是怎么了。咱们这个地区地形非常特殊，山高林密，沟壑纵横，而且逢山有洞，洞洞相连。咱们要在这里抓住楚玉和和他那几个人，其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啊。难肯定是难，不难的话，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呀？他有千条妙计，我有一定之规。老王同志，我们还是要用党教给我们的老办法。人民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，我们要发动群众，组织群众，依靠群众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变被动为主动，把楚玉和置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。女匪首楚玉和在担任国民党反共救国军总指挥期间，对人民群众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为了尽快将其抓捕归案，特悬赏10万元，望广大人民群众踊跃提供其藏匿地点的线索。大嫂，快醒醒！大嫂，共军来了，是不是共军来抓我了？大嫂，共军没来抓你。没来。怎么就你一个人？你身边那几个亲信呢？亲信，他们都弃我而去了。弃你而去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一大早，你走后，哎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是来求大嫂放我们一条生路。放你们一条生路。我们知道跟着大嫂只有死路一条。是啊，大嫂，我想回家，我家里面还有个鸡巴人的老母亲呢。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！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！求大嫂让我们回家吧！他们这么一哭一闹，你就心软了？你就放他们走了是不是？你为什么不枪毙2个，杀1儆百？人心所向，想留也留不住。他们说的也没错，跟着我只能。
我们去避避雨吧。好。这么大的雨，到哪儿去弄干柴啊？我来想办法。办法倒是有一个，只是咱们得冒点险。冒险？解放区的天是蓝云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。今天乡亲们的热情，比我带他们打熊啸天时还高涨。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，正当的队长，哎呀，你说你一天天咋咋呼呼，你干什么呀？走，跟我去医院。不是好端端的去医院干啥嘛？你的伤口还没有痊愈，需要去换药。嗨，你看，伤口早就好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，根本不需要去医院啊。你不去是不是？那我可告诉你。监督你换药的任务可是团长亲自交给我的，如果你不听我的话，我就去向团长报告，让他亲自来监督你。瞧把你给能耐的，啊！哎，你说你个臭丫头，你是不是一天天就会用团长来治我呀？你还能有别的招吗？怕了你了，行，服你了，行不行？去医院。这还差不多，快走！哎，我跟你说，对待革命同志得温柔点，你这压俘虏呢你？你本来就是我的俘虏，快走！哎，快走！你温柔点儿。别看了，让我再看一会儿。解放区的天是蓝云朗的天，解放区的人民都喜欢。快点，快
点儿！哎呀，我自己会走，你真把我当俘虏了你！吴医生。哦，是你们啊！你们来啦！我是押着我们队长来换药的。他早就该来换药了。像他这种无组织、无纪律、不按时换药的，万一伤口感染了怎么办？我的队长同志，你都成为典型了。怎么样？挨批评了吧？是，我承认错误，赶紧换药吧！啊，走。陈正奇，他们问你什么，你都不要回答，给他们装哑巴。我怕。有我在你的身边，你什么都不用怕。走吧。哎，吴医生，你看我这伤好的差不多了，就不用再换药了吧？你看这怪折腾您的，是不是啊？3天以后来换药，一定要遵守时间。是。哎，大夫，您看又有病人来了，您先去忙吧。好。快跟我进去。这身材怎么那么像大嫂和李维孔啊？你看什么呢？似曾相识。似曾相识。可能是我看错了，没事，走吧。你先坐一下，我给你倒杯水。维孔，刚才你发现了吗？当兵那个是摆子。他居然没有认出我，难道是每天东奔西跑的野人生活，把我变得面目全非了？有缘千里来相会，无缘对面不相识。我们现在就是无缘对面不相识。摆子哥，小红，哎，你说你这个年轻漂亮的女镇长干的是真不错啊，人民群众都让你发动起来了，一片热气腾腾啊啊！再不错也不能跟你们解放军比呀。哎，话可不能这么说，我们只是分工不同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如果你们能抓住楚玉和，那人民群众的顾虑就没有了。那样的话，我们的土地改革运动会更加顺利。抓住楚大嫂，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难呐。谁知道他藏在什么地方了呢？你得的是重伤风，再加上营养不良，导致的身体极度虚弱。我给你开点药，回去好好调理调理，过几天就会好的。多少钱？钱？需要多少钱我们付。我们不要钱。
不要钱？你们是从深山老林里来的，对吧？看来你们对我们解放军还是不够了解。我们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的子弟兵。他从建军的那天起，就肩负着要推翻3座大山，解放被剥削、被压迫的劳苦大众，翻身当家作主的历史重任。解放军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维公，我终于知道柏子为什么参加解放军了。看来解放军真的是仁义之师。仁义之师？狗屁！你怎么这么说话？好就是好，不好我也不会说好。解放军比起国军抓丁抢粮，就是有天壤之别。你别搞错了。解放军是对泥腿子人，对穷光蛋义。3座大山被推翻了，泥腿子翻身解放了。你俩这是几天没吃饭了？2天没吃了？嗯。老板结账。老板结账。镇长，镇长，快！你说什么？镇内发现了楚玉和李维孔。小恒镇长派人来送信，是这样说的。侦察队紧急集合！就在这儿，就在这儿！马上包围！快！不是！咱们被发现了，共军很快就会展开大搜捕。那咱们怎么办？赶快冲出去！已经来不及了，他们肯定已经严密封锁了这里的各条通道。那咱们先占领一户老百姓家暂避一时，如果他们搜上门来被发现，咱们还可以在那里抵挡一阵子，等到天黑之后就好办了。就选那家。
们一旦被发现，这里就成为埋葬我们的坟墓。闭嘴！什么坟墓不坟墓的，我不爱听。你把性命交给这么一个5、6岁的小女孩，她的一句话就能决定我们的生死，这不是儿戏是什么？任何战斗，特别是敌众我寡，指挥官的自信，往往会给身陷绝境的战士带来希望。你跟摆子差的正是这一点，所以你只能是个跟屁虫，成不了气候。老乡，老乡，开门啊！老乡，你再看看你的爸爸妈妈。去吧。小姑娘，你家大人呢？让我们进去，我们去抓坏蛋。小姑娘，把你们家大人找来好吗？开户，猪脑子不会变通也难。孩子，叔叔问你啊，你家里有没有什么外人进入啊？没有是吧？听见了没？让孩子说没有。那我们去另一家了。真是个好孩子，一会儿叔叔走，记得把门给插好了，不要放陌生的人进来，明白吗？真乖。来，把门锁上。搜到了没有？没有，我们的人挨家挨户，像篦子梳头一样搜了个遍，就是没有发现楚玉豪。没有搜到。重新进行搜查。队长，你怎么就一根筋呢？人家也是2条腿，他们不会等着咱们去抓他们的，肯定早溜了。天已经黑了，咱们可以走了。吕维孔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不能让他们暴露你的行踪。你要杀人灭口？要咱们活，只有他们死。不行！你出去等我。不行！这个地方，这个位置，还有这几处重点排查，这几个位置。摆子哥，快！怎么了，小红？楚玉和李维孔，我要活剥了你们的皮！
自己活命，而残忍地杀害了小女孩的全家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就是你！李楚玉和是双手沾满了鲜血的女匪首。我今天要让你血债血偿！干什么？您做噩梦了吧？刚才您嗷嗷的又喊又叫，可吓人了。没事吧？跑走了，跑走了！你不走，百子率领的共军侦察队很快就会追上来的。我真的走不动了。走不动也得走。咱们让谁抓住都可以，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唯独不能让百子抓住？过去他是你的手下，我也没有把他放在眼里。如果让他抓住咱们，使咱们沦为他的阶下囚，那丢尽脸面的是咱们。士可杀，不可辱。我是宁死，也不能让百子抓住他。那咱们就这么没完没了的走下去吗？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，谁让咱们被打败了呢？如今国民党已经大势已去，你身为反共救国军的总指挥，那是共产党解放军务必要抓住就地正法的。就地正法？对，就地正法。为了能够活下去，咱们只能咬紧牙关，坚持不停地走。走吧，大嫂。走。现在，人民群众已经广泛的被我们发动起来了。楚玉和和李维孔彻底的变成了孤家寡人，他们被我们强大的威慑力吓破了胆，变成了惊弓之鸟。只不过，他们四处流窜，更加飘忽不定，这就给我们的围剿和抓捕工作带来了极大的困难。所以，团党委决定，白子，你率领你的侦察队，变成快速机动小分队，只要发现楚玉和和李维孔，你们就马上扑上去，务必将其擒获。坚决完成任务。
给你熬了碗热米汤，你快趁热喝了吧。你呢？你吃了吗？你快喝你的，不用管我。唯恐，你对我真好。有你这句话，我李唯恐就知足了。你说什么？你看见李唯恐和楚玉和了？对，他们人在哪里？就在水峪沟一个废弃的农家里，离这30多里。雨林，第1小队紧急集合。是。我给你们带路。好，马上出发。玉和，快醒醒！玉和，干嘛？咱们马上离开这里。我才睡了这么一小会儿，咱们今天能不能不走了？不行，咱们绝对得走，而且还必须1分钟都不能耽搁的马上走。楚玉和和李唯恐就躲在前面那个破房子里。雨林，到。咱们兵分2路，悄悄包围这儿，听我口令，统一冲进去，生擒楚玉和和李唯恐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行动。是。走了大半夜，咱们找个地方歇歇脚吧。哎，那边有户人家，咱们就去那儿歇歇脚吧。好。走。屋里有人吗？谁呀？这声音怎么这么耳熟？
我们是做药材生意的买卖人，在山里走迷了路，想在你这儿歇歇脚，吃点东西。哦，好。这下你可以好好歇歇脚，甚至可以洗个热水澡了。娘，我的老天爷呀！怎么是你呀？娘。 昨天晚上我们奔袭水域沟，结果又去晚了一步，让楚玉和李维孔再次逃脱了。他逃得了今日，逃不过明时。广大人民群众的发动，这就形成了四处都是警惕的眼睛。抓住他们俩，那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情。团长，说心里话，以前我确实对楚玉和有感情。 我甚至对他还抱有一丝幻想。我总认为楚玉和跟别的官僚资本家还有地主恶霸不一样，他也为乡亲们做了很多的好事，也曾经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了乡亲们不被熊啸天那股恶霸所欺凌。所以乡亲们非常爱他，非常拥护他。因此一开始。 让我搅他的时候，我想不通，甚至还有抵触情绪。孩子，无情并非真豪杰。我们共产党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，你的心情我很能理解。只不过，你是怎么转变的呢？是小女孩全家的死，让我擦亮了眼睛。 今日的楚玉和和昨日的楚玉和，已非同日而语。他现在已经成了我百子的敌人。百子，你能有这样的认识，我很高兴。对待楚玉和的问题上，这不仅是党性问题、阶级立场问题，更是大是大非的问题。 白子，你将在这次斗争中接受党组织的新的考验，把一切献给党，是我百子的誓言。我愿意接受党组织的任何考验。这个老婆子怎么还没死啊？怎么还没死啊？李维孔啊，他心术不正，他是故意把你往邪道上面，往悬崖下推。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我真的特别替你担心。你说李维孔在你身边，他一点好作用都不会起呀。
和儿，你一定得防着点儿啊！这就是我赏给你俩的赏钱。这一样，让我哥俩做了谁呀？仇人。这一样，您的仇人找什么名啊？一会儿我就带你俩去认识一下。不过，我还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不许走漏任何一点点风声，不许露出一丝一毫的蛛丝马迹，做的必须是干净利落，不留痕迹。如果这件事让楚玉和知道，那我赏给你俩的可就不是金条，而是这两个花生米。这两个小子肯定是吃了我的钱，放了我要杀的人。如果这个老太婆把我的事情一说，我不就彻底完蛋了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干脆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冲进屋去把老太婆干掉，让她来个死无对证。李唯孔现在还和你在一起吗？娘，他现在是我的男人了。李唯孔跟你成亲了？就算是吧。啊，你跟李唯孔成亲了？你跟李唯孔成亲了？娘。您得告诉我，您为什么不辞而别，一个人躲到这深山老林里来了？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，冷落了您，让您受了委屈，所以您才离家出走？不是，真的不是，真的不是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和儿，你就不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了啊！这些呀，都是我自己的原因。您自己的原因，和儿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有男人了。什么？你有男人了？一个男人对我挺好的，我想跟他过一辈子，我们俩就走了。您可以把这个男人娶回来，咱们在一起生活，该多好啊！那我多不好意思啊，岁数大了，不愿意给你添麻烦。和儿，你快点跟娘说，你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娘，
我现在真的是走投无路，一言难尽了。难道楚玉和李维孔逃到别的省份去了？以我对楚玉和的了解，他不会轻易离开这儿。为什么？这里是他起家的地方，他熟悉这里的一切，对这儿的感情很深。如果让他去一个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，我想他是不会干的。那他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呢？人过留影，雁过留声。只要他俩还在这儿，就一定会露出马脚。荷儿啊，原来是这样，孩子，你可是遭了大罪了。脚上的泡是自己走出来的，怪不得别人。那你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现在解放军正在四处抓我，您说我能怎么办呢？对了，您知道抓我的解放军是谁吗？谁呀？是摆子。摆子？是摆子？摆子参加了解放军，现在是侦察队的队长。摆子参加解放军啦！哎呀，摆子参加解放军，以前是我的生死恋人，现在却成了要置我于死地的冤家对头。老天爷真是捉弄人啊！荷儿啊，你们俩呀，先别走了啊！我给你们俩做点好吃的，你在家里也好好歇息歇息。行，娘，我想洗个热水澡。这么些天了，我连脸都没洗过一次，身上都有味儿了。哎哎，等着啊，娘给你烧水去啊。